好，持续接下来要关心的是中东情势，因为现在在也门，我们可以看到内战是大升级了。尤其今天要特别关注到比较奇特的一件事情，美国的两大盟友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公开互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两大盟友指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如果说真的开打起来，中东地缘跟全球的油市恐怕都会陷入在火海当中，这也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局势。赶快来关心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也门的内战竟然上演了《三国演义》牵动的，刚刚讲的是美国的两大盟友现在都出手了，大家记得吗？当时呢，过去也门在发生内战的时候，通常 PK 的都会是胡塞组织对上也门政府。那胡塞组织背后通常比较有帮忙的，可能是跟这个胡塞比较好的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那也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有他们比较好的这个是对抗支持他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么现在呢，为什么突然间又杀出了阿联？阿联所支持的这个叫做南方过渡委员会，突然间第三方势力杀进来了。那么他大规模的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去进攻也门的军政府，直接攻下了他们的第二大城，这个叫做塞勇士哦。那为了报复，我们也看到沙国这边也有所大动作了。沙国是直接轰炸了也门的港口，并且限令阿联的军队24小时之内你必须要撤离。怎么回事？美国在中东的两大盟友突然间公开的翻脸了，这时候川普会挺谁呢？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会不会因此动摇？汉庭怎么看？先讲一下，这等于是川普执政这1年来试图构建的中东反伊朗大联盟，已经从内部彻底瓦解了。这为什么呢？就是到了2025年啊，随着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关系持续和缓，那胡塞武装呢，它也暂时的这个休兵不动，所以原本靠着恐惧伊朗而勉强捆绑在一起的沙烏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瞬间失去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掩盖在联盟之下的帝国野心就暴露了。沙烏地呢，他想要一个统一的也门作为后院，确保从哈德拉茅省通往印度洋的一个石油避险通道。阿联呢，想要肢解也门，控制南部所有的港口，把红海变成阿联的内湖。所以12月27号的轰炸，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的一句狠话：你如果想要做海洋霸主，我就炸烂你的码头。所以这一场冲突对美国的打击，其实比胡塞武装的发射倒霉还要更严重，因为这直接揭穿了川普在中东政策的内裤啊。那为什么呢？这其实有几个方面啊，这也导致了他的一个两难。所以川普原本的打算呢，是要让沙烏地和阿联出钱出力维持中东秩序，那美军呢就可以抽空去亚太啦，对付中国大陆啦。好，那结果呢，这两个代理的这个小老弟自己打了起来，所以这就会迫使美国不得不把战略资源回流到中东，那就直接干扰了川普重返亚太，好，或者呢他想要去对付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当然现在呢都在看川普在挺谁，这其实是一个很无解的赛局。如果挺沙烏地，那川普需要沙烏地的石油产量嘛，那来控制通膨，也需要他来购买美债，但就会得罪阿联啊。那阿联呢是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支柱，以及以色列在海湾最好的朋友。所以阿联一旦翻脸，那美军呢在另外的一个迪哈夫拉空军基地运作也会受阻，所以两边呢都很为难。所以最后呢，川普极可能会选择交易性中立，也就是啥呢？哎呀，就出一张嘴，对吧？他的公开呼吁，这个要停火啊，但私底下呢，可能会默许沙烏地呢去对港口进行有限度的打击，换取沙烏地承诺增产石油。毕竟呢，对坚持美国优先的川普来说，阿联的港口野心只是生意，但是沙烏地的石油呢才是命脉。好，确实哦。那现在变成说，美国的盟友不管是沙烏地、阿联，直接就是已经变成敌人了。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的角色呢，会不会趁势的崛起、见缝插针？尤其我们也特别观察到，中俄伊三国支持的胡塞也会趁机在这个此刻做大吗？委员又怎么看？对我说，对北京政府来说，他们一向不玩这种趁火打劫的游戏哦，所以我倒不认为，北京政府会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开始借势这个见缝插针哦。但是事实上，我们回溯整个中东的局势，就如同刚才汉庭提到的，
从2015年开始，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结盟，宣布支持也门的政府军。那么这样的一个结盟一直持续到2019年，然后你看到阿联酋开始逐渐的撤军，但是他口头上仍然表达说他是支持沙特阿拉伯采取同样的行动的。然后一直到这一次，我们发现阿联酋开始全面的转向。支持了这个南方过渡委员会叫做 STC 这个组织。那么当然就如同汉庭讲的，他们沙特阿拉伯跟这个阿联酋对于也门有不同的盘算跟主张各自符合各自国家的利益。但是一旦这个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的2个盟邦跟据点反目成仇的时候，其实对美国来说，不至于是另外一场后院失火的情势发生嘛？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战火不断哦。那么原本他认为相对稳定的中东，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问题都还没解决了，现在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的问题又来了，那他到底该怎么办？那这当然必然会造成这个白宫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压力。那么你说对胡塞武装组织有没有趁机扩张的可能？这当然有啊，因为当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从原本的联合支持政府军到现在的这个各有主张、各有作为的时候，对于也门内部的分裂势力那么当然就有更大的空间跟机会了。所以其实坦白讲，这一局跟北京政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北京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持续的跟这些单位、这些组织、这些国家维持相对的这个稳定的互动关系。因为目前看起来，北京并没有被扫进这件事情这个沙特阿拉伯也好，阿联酋也好，也没有要求北京表态啊。所以对北京、对俄罗斯来说，我认为现在与其说见缝插针，他们比较有可能的就是站在旁边看这件事情的发展，因为毕竟这是美国的烂摊子啊。好，那这件事情对接下来的石油，不管是国际的石油的供应，或者是油价，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其实沙特阿拉伯跟这个阿联2个国家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华干哥又怎么看？其实老实讲，它对于未来的国际油价走势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等等，当然啦，至少战火现在没有打进到他们自己的本土上面，所以应该还是可以控制一段时间。可是国际油价绝对不是你们也门感冒，然后沙特阿拉伯打喷嚏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也门坦白讲一句，它也是一个战略要地，你知道，就是说它是3方势力嘛。第一个就是也门政府军，第二个是胡塞武装。那胡塞武装，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它就是什叶派，它就是伊朗支持的啊。那对于伊朗一直支持这个，沙特阿拉伯是很感冒的。沙特阿拉伯已经派空军已经去炸穆卡拉港了，但是他还没有对伊朗下狠话。为什么？沙特阿拉伯是以逊尼派为主的，那伊朗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你去支持南方过渡委员会，也就是也门的南方这一块这些民兵组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南也门能够独立嘛。北也门跟南也门之间的这个纷扰，不是这10年的事情，那是一个世代的事情，只是没有升上台面化而已。那最近就是因为伊朗直接支持了南也门，对青年运动南方过渡组织等等。那所以沙特阿拉伯就一直认为说，你这样一直在我们家后院搞这些事情，你要干什么？但他还是没有说，我下通牒，如果今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就是卡达，他们如果再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怎么样？他没有这样讲。其实我坦白讲一句，利雅得他还是已经有，就是说先维持他的风度啦，讲话也非常保守。但实际上，你知道，如果伊朗跟沙特阿拉伯是接壤的话，那早就打起来了。为什么？因为2派是不同的教派。所以现在你说，这个沙特阿拉伯他是希望我们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其实2个人是邻邦，在很多议题上面，而且我们2个都亲美刚刚2位都已经讲过，这2个国家都是亲美的，他们的部队都是美国组建的。飞机、大炮、坦克跟船全部都是从美国来的，而不是从苏联。那所以又是兄弟之邦，那为什么他们在对于也门问题上面，他们反而会越走越远？很简单，就是因为也门希望说，
这个成立南也门的话，对我是有好处的。那沙烏地是说成立南也门当然对我没有好处啊，我希望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是这么简单而发生。那我认为这个只是区域性的冲突。如果说这个冲突不在1个礼拜之内结束的话，川普一定要讲话，为什么？为他的利益，当然也为了全世界的油价稳定，川普一定会跳出来，而且他一定又要从这里面得到些许好处。对，我相信他得得到的。好，谢谢看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